我今天不想泡澡了，我想泡你。我在干什么？嗨，你好，我是玲玲。恋爱关系中，我们会有很多的不解，比如他对我很冷淡，半天憋不出个屁来，我不知道他到底爱不爱我，或者救救我，我要窒息了。各种各样的问题。今天我们来了解一下依附关系中的4种类型，来理解并且改善我们的相处模式。在心理学界有一个依附理论，最早是由 John Bowlby 提出的，而之后的心理学家在1969年又通过陌生情境测试来验证。通过观察1岁左右的孩子在陌生的环境下和母亲以及陌生人互动过程中表现出来的依附行为，总结出了3种依附类型，分别是安全型、回避型以及焦虑型。而我们儿时所形成的依附模式，会影响我们在今天的亲密关系中会扮演什么样的角色，而这种依附模式很可能会伴随我们一生。虽然经过后天努力，这种依附模式可能会转型，但是比例很小。第一个，安全型。我要轻轻把我举高高。他们的童年一般是在父母无微不至的关心下，充满爱的环境下长大的。大概50%的人是这种类型。他们容易和人亲近，也容易依赖他人和被依赖。他们相信别人，也相信自己，也不会经常担心自己是不是被抛弃。在恋爱中，他们会表现得更可靠，也会更主动的去沟通和解决问题。第2种，焦虑型。当对方1分钟内没回消息的时候，他在干什么？跟谁在一起？为什么不回我消息？当对方拿起手机之后，这种类型的人在成长过程中可能没有获得足够的重视，对自己没有信心。他们是不相信自己，但是会相信他人。但由于会过度依赖，所以通常会通过吵闹、纠缠的方式来防止对方离开。不要走，不要走，不要！在恋爱关系当中，他们经常会担心对方是不是爱自己，是不是不愿意跟自己在一起，而衍生出讨好他人的行为，也就是俗称的舔狗行为。也会经常用一些方式去测试对方，而可能经常测试的结果又不让他们满意。而当发生矛盾的时候，容易自责，觉得一切都是自己的错，这就是经常说的卑微吧。第3种，回避型。当对方生气提出分手的时候，他们的反应是这样的：结束吧，反正早晚也是一个人。他们不会轻易的相信他人，对别人的信任度极低，喜欢自由自在一个人的生活，会把自己的重心放在工作和兴趣上。可能是因为在成长过程中对重要他人，一般是指他们的养育人，习惯性的失望，所以养成了凡事要靠自己，不依赖他人的行为模式。而在一段恋爱关系当中，回避型的人离开这段关系的可能性会更大，特别是当关系发展的不错的时候，因为过分的亲密可能反而会给他们不安全感。其实呢，还有一种是紊乱型，也就是回避加焦虑。你走吧，我再也不要看到你，不要走，不要走。这种类型的人没有特定的反应，是会根据环境来表现出是回避的策略还是焦虑的策略。他们一方面希望对方能够接受自己，但是另一方面又不相信对方会接受自己，怕对方会给自己带来伤害。或许在他们的成长过程中也被这样对待过，也或许发生过重大的事件，让他们在一段关系中找不到更好的相处方式。注意，孩子在1周岁左右的时候，大脑就已经形成了一种不可磨灭的对关系的思考方式，是看护者对待孩子的方式塑造了他。而从进化的角度看，是婴儿需要尽早的弄清楚如何在当前的环境中生存下去。所以大多数人今天的依附模式在小时候就已经注定了。既然我们知道这4种类型的特点以及成因了，那么有没有办法克服它呢？比方说，如果我就是一个焦虑型或者回避型的人怎么办呢？我很难控制自己不这样，所以我们需要内化的回忆以及分析一下自己。每个人情况是不一样的，比如说你是不是因为儿时父母对你的忽视导致你不自信或者不相信他人，还是因为某一段关系让你非常的受伤，让你再也不愿意相信别人，假装自己漠不关心，但其实内心还是渴望被爱的。可以把它们一一写下来，找到其中的原因，试着去理解，并且告诉自己这些经历都是属于过去的，没有必要把这些带入到将来的关系当中。而儿时安全感的缺失并不能阻碍你重新建立自信和信任他人。我知道很难，但是也许有一天你会碰到一个安全型的人，然后瞬间就帮你化解了。再比如，你遇到了一个焦虑型的恋人，他会控制欲强，有强迫性、多疑，这些都让你喘不过气来。不妨你可以跟他谈一谈，他曾经经历过什么，一起去理解造成今天这种行为的原因。开场白我都跟你想好了，你到底经历了什么，才要来祸害我这个小可爱？我在干嘛？同时呢，也要给他足够的安全感。而如果你的伴侣是一个回避型的人，他经常沉默，看起来很冷淡，也不会主动找你，这并不一定代表他就不爱你，只是那是他们认为的安全的相处模式。他需要空间来保护自己不受伤害。虽然大部分的人都希望找安全型的恋人，但有时候人也会被与自己接近的相处模式的人吸引。比方说回避型找回避型，焦虑型找焦虑型。不过确实，如果焦虑型碰到回避型的话，就有点刺激了。这种时候，与其想着要改变对方，只会让对方更难受，不如内化的先解决一下自己内心的矛盾。总结一下，依赖模式分为4种：安全型会表现的心情平静，焦虑型会纠缠粘人，敏感多疑，
回避型的人习惯独处，隐藏自己的情绪。紊乱型就是一个纠结体。而这些不同类型的相处模式，源于我们成长时所形成的依附关系。而了解彼此是什么类型，能够帮助你更好的理解以及改善你与他人的相处习惯。我认为好的恋爱关系从来不是强制的改变对方，把对方变成自己想要的人，而是通过沟通了解彼此，影响彼此成为更好的人。想深入了解的话，以后我会把推荐的书单放最后。以上就是我今天的内容，记得给我3连，请你和我一起保持好奇。我们下次再见，拜。biu biu biu